从回雍雪城起，他就没有休息过片刻，总是借着诸事麻痹自己。再这样下去，他会垮的。他知道谢盟主心中的期待。混沌珠、雍雪城、人族、苍生，每一样都被排在丧父之痛的前面。他只能这么做。可他就没有为自己想过吗？南庄主，你认识他多年，他一直都是这样吗？说起来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因为都是天生石窍，我与他总被拿出来相提并论。可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从未谋面。直到有一次，万仙镇出现了一道裂隙，有很多暗族流窜，为祸人界。我与雪尘同被派到两界山阻拦暗族。那是我们第一次相见。那时的他与现在有很大不同。血逐渐刺破语言，不负天命的书写。你有离开的远，不为爱人放手，都是天下的经验。梦想生不不见，这一场轮回下，让君者一世化改变。暗族会一次次复活，你们现在做的事情毫无意义。杀的比复活的快不就行了？血逐渐刺破语言，不负天命的书写。离开的人，离开的人，不为小心！风水，都是天下的经验。我算得好。原来你就是那个能捕会算的，不如我们比一比。一个。比你多一个。你怎么样？受得住吗？无碍，我早知道自己不会殒命于此。常听人说起你，有兴趣去雍雪城一游吗？原来谢雪城还有这么争强好胜的时候。谢盟主一直待他甚严，可他那时少年意气，总是不服管。他总想着用自己的方式活出自己的道。我也本以为他可以那样痛快地过一生，可直到10年前，他突然去了明月山庄，又突然上了问血崖闭关。待再见时，他的性情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或者说，就像换了一个人。他变得清朗、克制、疏离。我不知道他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但他终是变成了谢盟主心中所期望的那个样子。
10年了，你进步了很多，比我强了。盟主，如今万仙阵有缺，你去将它补好吧。遵命。等你回来了，等你回来再说吧。修道者不能有情当以身奉道，难道你忘记了？济世救人，以苍生为念，这是你的道心吗？若是如此，那更要断情绝爱。你若有了偏爱，那如何以大爱去包容众生？你不该偏爱世间一人一物，包括你自己。等你回来了，等你回来再说吧。大晚上的，跑到这问血崖上来练剑，就不怕闹出雪崩，淹了整座雍雪城啊？你来干什么？走。你心里难过，连带着我这手环闪啊闪的，我怎么睡啊？我让你走。谢雪晨，被人看到脆弱，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。你若想看，我现在就可以哭给你看。走。我不需要你的安慰。谢雪晨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压抑自己呢？就因为你父亲说，修道者不能有情。当日在玉隐的贪欲牢笼，我看到了你小时候。你父亲认为，无情才不会偏私，才能成就大爱。我不敢说他一定错，但我认为，大道无情，修道却应该有情。如果一个人连小爱都不曾懂得，如果心里只剩荒芜和冷漠，那如何能明白世间万物存在的真正意义？又如何能做到爱及众生呢？只因为你天生石窍，亘古罕见，你父亲便将这视作你的宿命。但谢雪晨，其实没有人可以框定你的未来。人有七情六欲，喜怒哀乐，一定有它的道理。我是灵祖，我都有感情。你是人，怎么会没有呢？有感情，就一定要释放出来，表达出来。强行压在心里是会生毛病的。谢雪晨，你和大家一样，都是血肉之躯。你已经做得够好了。好。曾经我一直不愿听他的话，多有违逆，终是犯下大错，无法挽回。现如今，我以为我已经做到了无情无爱，但原来他的要求我根本就做不到。问雪崖道别那日，我真的很想唤他一声父亲，但最终没有勇气开口。我就是这般犹豫，这般怯懦。父亲想说的话，我再也听不到了。
如果谢盟主还在，他一定想这样跟你说：雪晨啊，这么多年，父亲一直待你很严苛，但其实父亲一直都知道你有多不容易。从你出生起，我便用苍生宿命的责任束缚着你。为了逼你断情，甚至毁你所爱，断你羽翼，囚你于这方寸牢笼之中。而这一切，只是为了应对将来可能有一日你会面对的困境。父亲也常常在想，是否是我太过由天自扰？也许断情并非唯一的方式，若没有我的强迫，你本该活得自由灿烂，海阔天空。父亲，断情去爱，说来轻松，但世间又有几人能做到？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，我是否也不该逼你？雪晨啊，父亲老了，终有尽时，总有一日会离开。也许父亲的道也已经老旧了，未来是属于你们年轻一辈的，去走你自己的道吧。父亲相信你，你会用自己的方式承担起责任，守护好你该守护的一切。雪晨，其实父亲也很怯懦。有句话一直想告诉你。父亲很爱你，很爱你。这就对了嘛，发泄出来是不是好多了？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谢谢。今日是我入门的第一天，苍长老安排我住在弟子寝庐，回去晚了是要被记过的。明天就是盟主的丧仪，你早些休息。南庄主，
多谢你带我来这里，否则我还找不到他呢。你不过去安慰安慰他吗？不用了，当年我父亲丧仪时，他也是这么远远的陪着，他与我心中都明白。是我忘了，南庄主也是经历过父亲离世的。听闻你父亲是被灵族所害，可有抓到凶手为他报仇吗？该死的人都死了，该报的仇也报了。那就好。我送姑娘回寝楼吧。穆姑娘有多喜欢谢雪晨？怎么突然这么问？只是在想，你为何那么喜欢他？或许你在更早以前就认识他。你的反应告诉我答案了。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你看他的眼神里会有怀念和悲伤，而不仅仅是喜欢和仰慕。穆姑娘的眼睛里藏着很多事情，只是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南庄主太聪明了，我无所遁形。只是他已经不记得了，你为何不告诉他？原来是想告诉的，但渐渐又觉得他心里的苦够多了。我与他的相识，于他而言，着实算不上愉快。他不需要记得，我欠他的，我记得就好了。是吗？那我呢？你还记得我吗？你的反应也告诉我答案了。虽然你的模样变了，可我还是能从你的身上感受到熟悉的气息和眼神。我那时不知道你的名字，却记得你的脚上有一个锁灵环，而脸上有金色的纹印。那时我刚失三窍，父亲带我去明月山庄借混沌珠。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是充满了同情，可唯独你看透了我。你知道我不需要被怜悯，你视我如常人，你向我承诺，我给你糖果，而你会给我一点点喜欢。我来做你的朋友，好不好？我听人说，喜欢很宝贵。你把你的糖分一点点给我，我把我的一点点喜欢分给你，好不好？你是那个公子？说来惭愧，那不过是……所以你是打算食言了？你不愿兑现我那一点点喜欢？我方才只是玩笑之语。南公子如今阴霾尽扫，万众瞩目，已经有许多人喜欢了，想必也不差我这一点吧。穆姑娘赖账的借口，说的倒是挺漂亮的。
那算我欠你的好了，来日找机会一定还上。不过，你为何选择在这个时候与我相认呢？方才是你说的呀，有些事一直压在心里是会生毛病的。木姑娘，我还是有些好奇，你本在明月山庄，为何去了暗域？还有，你和雪尘之间……有些秘密能说，有些秘密却分享不得。男庄主通透，应该能理解吧？无妨，走吧，故人。问血崖上的谢家人，要做这变化无常的世间唯一不变的旗帜。只要我们不曾改变，抬头望向问血崖的凡尘俗世，便也会流转不休。我赠你万仞，是想将天下安危托付于你。万仞和玉令皆代表信任，父亲相信你一定能做得比我好。父亲，我会找到自己的道，不负你的期望。恭送盟主。恭送盟主。雍雪城屹立仙盟1000年，依靠的并非少数人之勇武，而是所有同门坚不可摧的剑行。虽风雪加身，诸般艰难险阻，亦能秉持问道之心，求登临绝顶之路，百死不悔。盟主生死，未来必定风雨飘摇，更需诸位以剑在道，抵挡无悔。丧一毕，万事复始，前路悠长，当一如既往，问道、问剑、问行，铭记正气一句，不可轻者。是，城主。
回复了吗？他何时安排我们出城？阁主回复，希望长老留在城中，万无轻举妄动。雪晨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如果再不走的话，恐怕真就来不及了。于长老，于长老，城主，请坐。请。城主到访，不知有何要事？于长老是否还记得，你我在10年前有一盘残棋还未下完？如果你不提的话，我几乎都忘记了。我记得那日你缠着我，非要与我下棋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当时我还是个圣士呢。棋还没下完，输赢又怎能轻易判定呢？不如今日，你我就把这盘棋下完，如何？好啊。是师父授意我放走他的，这样一来，我便对他有了救命之恩，便可借此跟在他身边，伺机夺取仙盟玉令。不对，若真是尊上有令，又为何命我们追杀？做戏做全套嘛，否则怎么取信谢雪晨？他可不是什么无脑的低等暗族。不过既然你来都来了，便先困住谢雪晨吧。危急关头，我自会出手救他。这样一来，他又欠我一命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世人的贪欲，往往逃不过财色名利。我倒是有些好奇，这天下第一剑修的贪欲，会是什么？喵喵，喵喵，你在哪儿？喵喵，喵喵，你出来呀！喵喵，喵喵，我今儿给你带了小鱼干，把剑捡起来。父亲。剑修，无论何时都不能扔下自己的剑。孩儿知错。你是在找那只小雪猫吗？嗯。它不会再来问雪芽了。我将它杀了。为什么？你这是什么表情？父亲，雪猫虽为妖兽，但并不害人。你为什么要杀它？它是我的新朋友。修道者不能有情当以身奉道，难道你忘记了？不，我不懂。母亲说过，修道者当以苍生为己念，以济世为己任，为何不能有情？济世救人，以苍生为念，这是你的道心吗？回答我。是。好，若是如此，那更要断情绝爱。你若有了偏爱，那如何以大爱去包容众生？若有一日遇到了抉择，一边是挚爱，另一边是天下苍生，你能舍弃挚爱来救苍生吗？为什么只能选其一呢？天生石窍，亘古罕见。雪晨，你生而不凡，终将立于人界之巅，乃至3界之巅。到那一日，天下苍生的命运皆系于你一念之间，情爱只会成为你的软肋，也会陷天下苍生于危难之中。既然你立的道心是以苍生为念，那么你的剑心便是一往无前，舍生忘死。你不该偏爱世间一人一物，包括你自己。这谢雪晨的贪欲牢笼，怎么和旁人不同？因为他早已无贪无欲。无贪无欲？怎么可能？修为他已至巅峰，名利他视为浮云。
更是从小就被逼着修无情之道。这样一个连自己性命都不顾惜的人，还能有什么贪欲呢？玉影，你的贪欲牢笼还能看到更多回忆吗？比如说10年前，他都经历了什么？圣女啊，我这是贪欲牢笼，与贪欲无关的。回看不了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也没有什么用。圣女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都这么明显了，还看不出来吗？你要杀我？我们一同给谢雪晨演一场戏就得了，你没必要杀我吧？你如果杀了我，我的本体会感知到的。看来你是不知道，化影丹有一缺陷。什么缺陷？等你死了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你果然背叛了暗月，穆玄灵，你想不到我们堂堂谢少宗主，法相境的高人，竟会抢我一个弱女子的战利品，这可不厚道。弱女子？你在威胁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想自己厚不厚道？好嘛，给你，以后只要是我的东西，你想要都可以留着。你死了！你才死！你怎么死的？我哪知道？你不知道？他为什么要知道啊？不是，他亲自死的，他不知道，那你知道啊？哼，显然是这化影丹出了问题，本体只能感知到投影的死亡，却不知道投影死前发生的事，也不知道投影是被谁杀的。要是被我知道是哪个半吊子修士炼的丹，我非活吞了他不可。行了，大话呀就别说了。方才你出去前，那叫一个信誓旦旦、威风凛凛，说必将圣女跟谢雪晨抓回来。哼，结果呢？你厉害，那你去啊。等我修炼出投影，不用你插，虽然不知道玉影是被谢雪晨杀的，还是被圣女杀的，但能确定的是，他们之中有人下了死手。那么下次见面的时候，就不必留情面了。你就不怕他醒来以后还记得刚刚发生的事儿？一个普通的人族，忽然一下疯了怎么办？不会，被暗族附身之后，前来时什么都不知道。就算有人告诉他，就算自己想万千遍，也想不起来。知道的这么清楚啊？难不成你被暗族附身过啊？谢少宗主，我刚才可是替你挡了一剑呢。就算是幻境里的剑，挨一下也是很疼的。你怎么也不关心关心我？不如你把玉影刚刚化成的那颗魔丹让我吃了，我也好增强功力啊。让你增强功力，与我有何好处？喂，你能不能讲讲道理啊？你要去哪儿？运秀山庄是吗？
距离此地最近的只有2处，一是镜花宫，二是运秀山庄。镜花宫虽是仙盟5派之一，但如今你不确定内奸是谁，自然不会贸然前往。运秀山庄虽已不在仙盟之列，但却以奇巧阵法闻名于天下。听闻运秀山庄庄主研制出了传送阵，可以将人瞬息传送至万里之外。你是想用传送阵尽快回雍雪城，对不对？穆姑娘，我谢雪晨不是不知恩之人，你救了我，按理说我该谢你。但我们不是一路人，你这样跟着我，等我灵力恢复之后，你我终会兵戎相见，不如从此时此刻起，各走各路。你应该知道有一个词叫殊途同归。有路阻我，我就将路全部铲平，不就好了？你为何非要缠着我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如果我说我想要弃暗投你呢？你以为跟着桑琪很愉快吗？灵族多数遭人族驱赶、奴役，我也只是被迫依附于他。其实我早就不想待在那个鬼地方了。跟着你倒也有趣，也许当个普通人也挺好。那你大可直接废掉魔宫，做普通人。我灵窍破损，修不了灵力。魔宫是我安身立命之道，但谢雪晨，如果我愿意为了你废了魔宫，变成普通人，你会保护我吗？你以为说这些我会信？信不信都好，反正你现在也反抗不了。我也有我自己要找的答案，在我找到之前，请你好好待在我身边，谢少宗主。他们有幻影丹，咱们也有遮影簪啊。玉影已经修炼出了投影，想必吃影和战影也快了，之后的路只会更不好走。想要避开心魔大阵的搜寻，光靠隐匿气息还不够，遮影簪可以帮人掩饰容貌。旁人看到你的脸，只会当你的外貌平平无奇，过目即忘。我也有，是一对哦，你帮我簪上嘛。真难相处。你杀过多少暗族啊？没有1000也有800。那你杀的没我多。你在记什么？记你的所喜所厌。我曾听人说，心心相印，2个人才能共度一生。何必对我这么警惕呢？从我们见面到现在，我可一直都在帮你。心心相印，然后呢？走开。嗯。
修道者的心，沉明如镜，百邪不侵。然而一旦被引动心魔，便与凡人无异。在暗祖面前，即便有一身的灵力修为，也会形同虚设。还是说，这就是穆姑娘想要的？我想要什么，你当真不知吗？我们见面这么久了，你怎么也不问问我是何种灵族？你就真的不想多了解了解我吗？我不问，你不照样也会告诉我？我是藤灵，小时候我半张脸上都是藤蔓一样的妖纹。就是这半张，特别大一片，特别醒目，一般见过的人都会过目不忘。你还真是一点都不记得。你说什么？没事，健忘。天色不早了，我们该找个驿站休息了。你不休息，马儿也要休息的嘛。苍生为念，马儿也在其中哦。谢雪晨，我也在其中哦。招呼着，招呼着啊！啊，都别客气，都别客气啊！来了啊！啊，再来2壶酒。哎，好嘞。嘿嘿，客官您的酒啊。老板，住店。客官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今天的客人实在是太多了，现在啊，只剩下1间后房。要不您和您的仆人共住1间啊？不必了。那你就与我的伙计们一起住吧。甚好。好什么好？你什么眼神啊？他是我相公。哎呀，是小的唐突了，客官莫怪啊。小二，哎，有请入住天子1号。哎，好嘞，2位这边请。哎，有请。那2个人好像有些古怪，难道好似不甘不愿？难不成被挟持了？那男的看似消瘦，但精气不俗，虽然没有灵气波动，但应该是个俗世高手。而那女子看起来也不过是个普通人，没有那个能力挟持他人。听说这附近妖魔多，难不成？哎，师弟，你太多虑了。那2人只是普通人，没有妖魔之气。哎，我倒是听说此地民风彪悍，常有女子强取豪夺，逼男为妇。那女子一看就是出自富贵之家，男的虽然相貌平平，但腰窄腿长，气血两旺，定是有过人之处啊。还是师兄见识多呀。是啊，谢少宗主确有过人之处啊。客官，你慢走啊。2位，你们的房间，天字1号房，里边请。看刚才几位修士衣服上的绣纹，应该是镜花宫的修士。他们来这里做什么？难道有镜花宫的高阶修士在此？谢少宗主是不是很想通风报信啊？你到底意欲何为？
你是担心我会杀人灭口？难道你不会？也许会，也许不会。不过你担心的倒也没错，我委实不算什么好人。你本就不是人。有妖气。我可早就把气息隐藏起来了。客官慢走啊！哎，客官里边请。哎呀，高修士，高师姐，哎呀，好久不见您了，来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是他，这是我送您的小菜啊，请慢用，请慢用。多谢。师姐，你们总算回来了。我和陆师弟已经查探过东边了，没有发现。你们那边可是遇到什么情况？宋师兄，你都不知道，我跟师姐被灵族偷袭了。啊？什么样的灵族？可有受伤？高师姐天才横溢，修为高深，有我们师姐在，当然不会受伤啦。哦，对了，就是这只有长眼的小妖兽。师姐说了，这是10大异兽之一的嗅宝鼠，它的听觉跟嗅觉都是1等1的灵敏，哪里有宝物啊，它们最知晓了。给我，来。我跟师姐也是刚好碰到它，也不知道这个小家伙哪里偷来这么多宝贝。哇，都是上好的宝物啊！是啊，你这小鼠偷了那么多宝物，若是被剑灵司抓到，可是饶不了你哦。师姐，你好像十分中意这只嗅宝鼠，你不是想把它练成灵兽吧？这嗅宝鼠虽然是异兽，但看起来却十分弱小，与对敌毫无裨益，恐怕不适合当灵兽吧？对敌作战，我自己便够了，何须灵兽相助？师姐所言极是。我听闻那雍雪城的谢少宗主也是一人一剑，纵横八荒，从不借灵兽之助。高师姐和谢少宗主都是天资卓绝之人，非我等能比啊！就是。好了，我们来这儿还有任务在身，稍作休息，继续找。是。你这小鼠耳朵金灿灿的，挺可爱。嗅宝鼠胆小，惊吓过度甚至会胆裂而死。你看它的耳朵，越颤越亮，看似漂亮，却是胆裂之兆。啊！什么人？谁？在那儿。干什么？他们要上来找我们麻烦了。那是你的麻烦。都这种时候了，还分什么你我？你干什么？配合点。你们是谁呀？为什么闯进来？抱歉，出去。走啊！哦，关门啊！他们身上没有灵族的气息啊！起来。我不。你说，万一他们还在门口偷听怎么办？反正戏都做到这份上了，不如我们就假戏真做，怎么样？放开我！你玩够了没有？没有啊。哎呀！你们3个今天四处搜寻一下，说不定夜晚会有灵族偷袭。明日一早，我们继续去找谢雪晨。好的，师姐，走。原来他们是来找你的。如今镜花宫中地位超然又姓高的女子，只有1位，那就是曾经明月山庄的大小姐，如今镜花宫公主的亲传弟子高秋明。那又如何？听说他与你有婚约啊？
当着未婚妻的面儿与我同床共枕，刺不刺激啊？她不是我的未婚妻。你这是怕我误会，所以跟我解释吗？谢雪晨，你还是跟我结为道侣吧，我可比他会疼人。我从未见过像你这般厚颜无耻之人。谢少宗主说对了一半儿。我不是人，但确实有些厚颜无耻。有些？谢少宗主的心跳有点乱了，可是为我而乱吗？难不成你对我动心了？是。杀心。挺好，杀心也是心，至少你能记住我。最怕的是你不记得我。秀宝鼠，你刚刚不都跑走了吗？还回来干什么？你是嗅到我身上有宝贝了吗？姐姐，你会说话？嗯。那你会化成人形吗？刚学会。原来是这么可爱的小姑娘呀！来，起来，坐。你父母呢？爹走了，娘在家。莫非你是偷跑出来的？你别怕，他不会伤害你的。我只是出来找爹爹的，我没干坏事，别把我送去剑灵司。娘说爹爹是世间最有钱的修士，那些宝物都是爹爹留给我的，我真的没有偷东西，真的。世间最有钱的宗门是碧霄宫，难道你爹是碧霄宫公主啊？别乱猜。你父亲叫什么名字？傅苍离，哥哥，你认识我爹爹吗？碧霄宫公主的确姓傅，但未曾听说碧霄宫有叫傅苍离的人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？阿宝。你没去剑灵司登记？娘说去了剑灵司就会被他们套上锁灵环，被人族控制，一生都要做奴隶。娘还说不应该是这样的。听闻谢少宗主闭关多年，很少出雍雪城，看来对如今灵族的处境还不是很清楚。人族对灵族的欺压可比从前更甚。如今灵族若去剑灵司登记，便会成为人族的奴隶，任打、任骂、任杀，还可以任意买卖，终生不得自由。可若不去剑灵司登记，便没有良妖的身份，则不论其善恶，皆可杀。这就是你们人族单方面定下的规矩，多霸道，多无耻！要送你回家吗？我的宝贝都没了，我把爹爹的宝贝都弄丢了，我不敢回家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姐姐帮你抢回来，好吗？高秋明修为不低，别惹事。是高秋明先抢了阿宝的宝贝，我帮他抢回来，天经地义。
既然是误会，解释清楚便是。你觉得他们会信吗？会不将阿宝交给剑灵司吗？谢少宗主是人修，自然替人说话。可我是灵族，自然要替灵族出头。你自觉有理，我也没有想说服你，你别管我便是。人呢？师姐，我就说总觉得哪里不对。夫妻同房，哪有人穿鞋子的？分明是匆忙掩饰的。还好我们高师姐聪慧，看穿了你们的异常。师姐，你真厉害！哎呀，我都说了别这么着急，你就应该先脱我的鞋，再脱我的衣服嘛。你看，平白让人误会了不是？下次可要记住了，床子之欢得慢慢来。但是呢，我喜欢。污言秽语不堪入耳，你别以为这么说我就会信了。今日便将你们和秀宝鼠一并抓了，给我拿下！你谁呀？大晚上的还让把人睡了？打扰了，打扰了，打扰了。竟是魔修！追！一个人修，一个魔修，勾结在一起，必定心怀不轨。今日就取了你们的首级。这位修士，我们并无恶意。少废话！久闻镜花宫万芒催花阵大能，今日若公主素凝真亲至，或能让我敬畏三分。至于你，师姐，师姐，这个魔修深不可测，快走！想走？你这灵奴，脸上的妖纹这么恶心，还敢出来吓人？管家，去找副铁面具给他戴上，不许再吓到人。是。快，
把大小姐身上的衣服和她的换了。大小姐千金之躯，你能替她去死，是你这贱奴此生最大的荣光。你拦我！你已经赢了，放他们走。若我不呢？我不会让你杀人的。快走！他们刚刚要杀你，是我保护了你。他们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，你本不必杀他。为何执意动手？我本就是这样的人，凭什么他想杀我可以，我想杀他却不行？是不是独你一人想保护的才值得保护？独你一人觉得没错的才算对？石倩，我们快跑吧！可是我们这样见死不救会不会不好？我们在这儿救不了人啊！他既然敢对那魔修出手，必然是有几分把握。我们还是赶紧回师门通报吧！快走，快走！你竟然以血为鉴，你就这么护着他？我说过，我不会让你杀人的。你如今没有灵力，纵然祭出血剑，我也有100种方式可以轻易打败你。乾坤中寂寞的世界，明暗交叠的夜，我从昏梦中来书写漫天风和雪，坠落风中的月，一生的负人缘，让世情望远，与我日记，什么因所见？血逐渐刺破一夜，不负天命的书写，烈火的热烈劈开日月，不畏风雪，复现天下的炽烈，为战胜不顾一切，这一场轮回下，燃尽这一世花的变。血剑是假，迷阵才是真。你假借与我周旋，其实以血为引，布下这个迷阵。法相修士的血，本就是至纯的灵物。想必你是在与我过招之时，悄然将血洒出，逐步形成这个迷阵。一路上故意示弱，忍了我这么久，就是为了此刻吗？你完全可以布一个杀阵，布这个困阵又算什么？你救了我，不杀你，算是还恩。那我倒要谢谢你知恩图报的好品德了。你方才为何不用魔功？若是用魔功的话，那你便死了。你受伤那么重，又没有灵力护体，挡不住我的魔功。
你以魔功伤人，我以血证护人，终究殊途。这场戏便到此为止吧。我以魔功杀人是杀，你以剑杀人也是杀。我的魔功与你的剑又有什么不同？若是我真的要杀你，你早就死了。你不过是仗着我不忍心罢了。谢雪晨，你真走了？谢雪晨，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告诉你，你回来！姐姐，阿宝，阿宝，这就救你出来！啊！阿宝，别碰他，没用的。可姐姐，你能破开那个什么芒什么催化阵，就不能破开这个吗？法阵有4项，分别为守、困、杀、奇。一个法阵4项之力越全，则单项之力越弱。万芒催花阵4项皆有，反而比较容易破。而这玲珑家是当世第一困阵，全力以困，反而更加难破了。那万一剑灵司的人来了，那姐姐，阿宝这就去找人救你。我观察过了，玲珑家是依河图洛书所设，变幻莫测，哪儿这么容易破啊？阿宝，阿宝，不会真找人去了吧？谢雪晨，你这么护着他，不就因为他是个人吗？是人族还是灵族？是我能决定的吗？什么一对儿，我才不稀罕。驾！公子到了。不过，公子为何来此？旧年卜卦，知今日会在此地重逢一位故人，只是不知他还记不记得我。